敖轩，你暴力自摧，欺压四海百姓，我本不愿伤你。你若让出王位，我绝不会杀你，也会善待你的手下。敖轩，收手吧。昔日不过是我池中陪衬的臭鱼烂虾，今朝竟敢觊觎尊位，游说三海谋逆，要我认输？你做梦！圣德。 你最好祈祷自己对他们而言足够重要，我便以你为人质换回招揽，否则我便让你见识到愚弄本王是什么代价。你要做什么？帝尊，天界曾通报应渊帝君罹难失败而亡，可本王发现他有意假死，在此隐姓埋名。你休想！天界不能有情，您犯了情戒而被贬下凡，如今到了凡间还如此多情，好，本王就成全你。我上世欺凌时，便为帝君昭明驱暗，相守万年。我自当忠心于他，护他周全。在天界如是，在凡间更是如此。帝君罹难生变，定是天界有人故意强害。帝君还活着的消息，绝对不能透露。圣德，圣德，你还好吗？你在哪儿啊，圣德？圣德，圣德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敖轩，他想用我换回招揽，我百般不肯，他便要杀我。抵挡之前，我想到唐公子刚消了他的逆鳞，我就趁他不备，揉碎魂弓杀了他。没事没事，他死有余辜，别自责了。敖轩已死，你们莫要再做无谓的抵抗了。敖轩残暴欲下，四海怨声载道。
既然他并非明君，你们何苦还为他卖命？四海龙尊的位置本就属于你，你本是先祖，现在落山为妖，就无不甘吗？我堂堂正正为妖的这些年，是我自出生以来最快乐的一段日子。若能一生如此，让我付出任何代价，我都心甘情愿。昭彦殿下，我之所以会答应你领军出征，一是因为你女儿的救命之恩，二是因为为人子应尽的孝道。现如今，我爹娘的冤屈已经路人皆知了，我便已心满意足。至于我的存在，只要在我在意的人心里，便已足够了。敖宣不仁，四海废之，此乃民心所向。然一日万机不可久旷。青龙族第48代嫡女昭兰，系出高弘，养于天宫，师承正统，秉性端慈，堪负重托。以仅始于城瑶，寻武圣之业，身体无异。今册为四海之主，继任龙尊，布告天下，贤使闻之，钦此。昭兰必夙夜精进，小心谨慎，只愿海宇生平，不坠红叶。
水足有汤，风雨顺意。但你们一切都如偿所愿，一定记得来东海做客。当然要来，我也要一起来。赵兰，你们东海百姓可爱吃瓜？我这儿有很多鲜瓜种子，品种齐全，任君选择。除了那些过往痴缠的胡言乱语之外，在盛德的口中，并没套出其他的线索吗？李晨开启的法诀，他必然知晓，否则安都王怎么会带一个普通的浮尘进入宫中，而且视若珍宝一般的对待？哎，那接下来我们还要送他回他的师门吗？我与严旦已经商量过了，若此人真是毒手的话，不如且行且看。一来可以探探他的真实目的，二来打探出李晨使用之法。若就此撇下他，万一他起了什么坏心，我们更是防不胜防。说的没错，只有千日做贼，哪有千日防贼的道理？反正离他口中的贺心门也不远了。接下来我们就且行且看，看看他到底打的什么样的如意算盘，马上揭晓。我们先走吧。过了这个林子，便是我之前修炼术法的贺心门了。这几日相处，因为这样那样的误会，让两位公子对我心生芥蒂。等到了师门，我一定一一细说。毕竟，相识是缘，哪怕别后再无机会重逢，圣德也委实不希望诸位因此误解厌恶于我。神气有异动，难道前面这片森林便是神气曾经的藏身之处？正是，昔日我正是在此林中意外识得此神气的。李晨与此地有感应，当属正常。此地树林甚密，地势甚广，既然圣德姑娘对此地熟门熟路，不如由你在前面带路，我与严旦殿后，这样以防野兽突袭嘛。这是自然。之前我日日来这儿砍柴挑水，无比熟悉。圣德，你不是说贺心门在这片森林的西面吗？你为什么要带着我们朝北边走呢？若朝西直行，有一片沼泽，极为凶险，绕北避开会更安全一些。这树木的排列并非天然生成，而是被布成了一个9宫8卦阵。入阵心，则触发阵法。正东为生门，西南为修门，阵心便在。停步！圣德，这怎么回事？怎会如此？当年我就是在此处找到李晨的。愣着干嘛？砍柴啊！不砍够3日用量，你今日就别想回师门。这是魔族魂魄所化的八卦阵。对了，小寒精，愣着干嘛？赶紧干活啊！气旋6腑，燃会双万。圣德，你这使的什么妖法？去！
正北为开门，从北走。一步，云娜。 多谢。圣德，你果然有问题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当然是要取你的命，偷你的心了。所以你跟我们同行的目的便是要杀我？那教臣跟裴洛呢？他们两个人离心，也是你一手所致的吗？是又如何？我借着裴洛的贪欲，一步步成为安都王最宠爱的侧妃。 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我本可快活一生，可偏偏命运让我遇见了你。可为什么你要出现，一次又一次地毁掉我的人生，夺走我所爱的一切？与颜黛又有何关系？你心爱之人，并非心悦于你，难道你要迁怒于他？你终于露出你的真正面目了。 如此自私偏执，怎配得上爱？你懂爱吗？你懂什么？唐城，我所有的筹谋都是一心为你，然而你为了他这般践踏我的真心，今日我便要亲手杀了他，然后逼着你一口一口吃下他的心。你简直就是一个疯子！我宁死也不会让你如愿的。我会如愿的。不仅如此，我还要施法消除你在凡间的记忆，这样你便会彻底忘了他，与我厮守此生。这黑雾好生诡异，大家小心。昔年昭圣帝君以李晨将一批魔军封印至此。 魔族人便化为这黑雾，而我将手握9旗龙丹、李晨2大神器，称霸凡界。气旋6府，燃会双万，去！别怕黑雾！ 顶不住了！你宁愿与他们一起死，也不愿活着和我在一起吗？唐州，张远殿下给你的珠子，你赶紧吃了，你吃了就会恢复记忆，所有的仙法都能够想起来了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的！ 要不然咱们都得死在这儿。唐周，李晨不是可以使封烟当无邪吗？快用啊！小心！今日你非死不可！先修天机，后劈玄苍。 小寒精，快用小寒精！先修天机。不行，上古修炼之法与今日完全不同，死记硬背，难得精髓。快，倒转运功！圣德若能以小寒精御物，那么必也可靠李晨兼小寒精反御之。唐周，听我口诀，驱动内力。 操纵李晨，上身微旋，气旋6府，燃会双万。小寒精，怎么这么耳熟呢？怎么可能？你怎么会小寒精？
仙体玄藏，再修天际。破！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满心怨恨的要做这一切？你负了我一辈子，我要让你后悔终生。哎，你把话说清楚好不好？你刚才说了那么多什么意思？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杭州梦中的那个女子到底是谁？杭州之前又是谁？你肯定知道，说清楚嘛！我就是要让你困惑终生，这样你永远也忘不了我。就这么死了，也算他恶有恶报吧。如果将臣知道这些，心里也许会释怀一些。纵使圣德故意挑拨将臣与裴洛的关系，但究其原因，还是裴洛不愿意相信将臣。所以言谈，你也不用太苛责自己。也许这就是凡间八苦当中的五阴炽盛之苦，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蒙蔽了他的眼睛，使他造下了这么多的恶果。看来话本里写的那些都是对的，情能够使人生，亦能使人死。情可以让人牺牲，也可以让人疯魔。哎，你梦中的那个女子到底是谁啊？她对你怨恨，你有负于她，难道就如圣德一般吗？和他绝不一样。火德元帅性子极为傲慢死板，若圣德在天界真是爱慕火德的仙娥，必定没少受气，所以这辈子才如此怨毒执着。笑什么呀？那都是前尘往事了。既然无从可解，就不要再提了。行了吧，你倒是洒脱了。现如今，他变成了石像，我们的满心疑问，找何人去解？贺心门，他之前说他的师门是贺心门，我们去问问，看看有没有什么知情人。走。来，里边请。慢走啊！客官，里边请。店家，哎，公子，这些都是你的，看着安排。但是有件事情，想向你打探。此处有个修炼之地，名唤贺心门，为何找不到了？公子问这个做什么？这贺心门可不是什么好地方。你这龙宫没待几日，红尘录倒是写了好几页。切，你懂什么呀？人呢有五毒之心，这个敖轩是傲慢自私之毒，而圣德呢是偏执嗔怒之毒。我看就这个招兰洒脱明事理，顶着这么大的压力成为了四海之主，而且婚嫁任凭己愿，
凭着自己的力量保护了整个家园。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成为他那样就好了。那你想保护谁，嫁给谁啊？你一个要断情绝爱的捉妖师，你关心我一个妖干嘛？干嘛？想来我们山境做客啊？是，问问都不行啊。不行。打听到了。怎么说？多年以前，圣德在此修炼之时，曾因知晓许多旁门术法，而且心思奸恶，被同门师姐所不喜。后来裴洛到此参拜，他便施法，加以魅惑，被封为侧妃，然后带回宫中。就在他离开的前夜，鹤心门忽起大火，57人尽数葬身，无一幸免。真狠毒的女人，我早看她不是好人了。57个人，没想到如此决绝。他就是想要斩草除根。若日后像我们一样有追本溯源的人，便无迹可寻了。他究竟是谁？到底做过多少恶事？便像迷雾森林中的雕像一般，永远封存起来了，谁也不可知。我现在想想可真可怕。还好你会那个拗口的法诀，不然变成石像的就是我们了。我这一路想了很多，我想明白了，以后我不想再做你身后的跟班了。你教我修炼吧，我想变得强大起来，以后可以换我保护你。还是年轻厉害，你天资聪明，而且什么东西一学就会。你要潜心修炼的话，说不定以后我做你的跟班了。哦，那倒也是了。干嘛？不服啊？哼！小希，怎么了？哎呀，小希！不好，他那不是呛住了，是卡住了，救人！没事吧？可急死奶奶了！谢谢姑娘。没事没事。老身带着孙儿来镇上投亲，要是他有个什么万一，我也没脸活了。啊，敢问姑娘名讳，这相救之恩，老身必得报答。哦，不用不用，我叫严旦。让几位久等了。奶奶，不过是举手之劳，不用这么客气，真不用这么客气。好像啊。诸位救我孙儿一命，今日又恰巧是端午佳节，有吃五黄的习俗。老身家贫，唯有做些吃食以表谢意。这是老身家里自己养的黄鱼，极其鲜美。这自酿的雄黄酒下了10足10的雄黄粉，有除妖驱邪之效。如今这世道妖孽作恶，几位也应当心呐。哦，巧了，我们不就是妖邪吗？这雄黄酒一喝，妖力变弱，显出真身来，便是不想作恶，也得吓晕不少人啊。老夫人，此鱼果然鲜美，您不必担心。许多妖藏于深山之中，不与人相犯。再说了，有许多除妖师行走于世，您就放心吧。这位公子怎么不下筷？可是我做的吃食粗糙，不合您的口味吗？不是，您误会了，奶奶。他这个人吧，有痛风，所以闻到鱼腥味他就受不了。要不然这样，我替他吃2口吧。莲青，难道你忘了吗？你有哮喘，不能食得鱼腥。吃1口也没关系吧？1口都不行。哦。老身不知姑娘和公子有此忌口，实在不好意思。哮喘痛风忌吃鱼腥，这雄黄酒倒是无需忌口，请几位千万不要推辞，多饮一些。 。 。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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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并非要挟，应当无事。姑娘请。平日连卿不胜酒力，这酒我来喝。此酒甚妙。公子喜欢就好。公子行侠仗义，又如此疼爱妻眷，真是少年英雄啊！来，又来。于某怎么能在外人面前如此污蔑严旦呢？他年少，与你定的契约，未行大礼，怎能做得了数呢？老夫人，让您见笑了。我乃捉妖天师，严旦是我捡来的丫鬟。哎，不是，我什么时候成为你丫鬟了？我堂堂严旦，当日我悉心教化于你，你不记得了？是，唐天师对我恩重如山。哼。哎呦，连青，你看啊，唐天师这是要棒打鸳鸯啊。不过没关系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嘛。你要是他的丫鬟的话，那我就勉勉强强做你的管家吧。你看，如此美食，又有如此好酒，我算是无福消受了。还请天师畅饮。你们俩给我等着！没想到你们三人如此有缘，更该畅快一醉。不管是主是仆，都是老身的恩人。来，我这雄黄酒管够，千万别客气。哎呀，我不行了，我现在是头痛欲裂，根本就饮不了酒。我也是，我感觉我哮喘发作了，有点恶心。我现在什么都喝不下去。我来，蛇鼠一窝。公子好酒量。老夫人，您还别说，这个酒啊，还真不错。唐周，让你喝尽兴，没让你喝断命啊，兄弟，行不行啊你？怎么就不行了？我告诉你，我就没醉过，可以一直喝。老夫人，再给我倒一杯。哎，慢点。别动。我没醉，我还能喝。我告诉你啊，我能一直喝，怎么喝都喝不醉。是，你确实能一直喝，你是怎么喝都喝不醉，喝傻了吧？哎，要不要我给你煮碗醒酒汤？严旦，最绵的缘分在暗夜里藏，情字落晚香。
寂寞的汤烫出思念的伤。果然如此。遗忘岁月凉。不好，李晨。这家客栈早已经没有任何人住了。我方才已经打探过旁边的店家，说此客栈在3天前就被人包下了，而且老人跟小孩在这里没有任何的亲戚，所以是他们设好的圈套。这酒里面的确有很多的雄黄粉，雄黄粉辛辣苦涩的味道非常重，所以掩盖了里面这一丝不被察觉的异香。由此可见，人家明明就是早已盯上了我们，所以想让我们出手相助，还打消我们的防备之心。明明知道咱们2个是妖，喝不了雄黄酒，顺水推舟，便让唐周饮下，然后再找个机会窃取他的宝物。唐周，你是为了帮我跟于墨挡酒，李晨才丢的。你放心吧，我们一定会想办法帮你给拿回来的。可客栈中没有其他的线索，凡间也有很多人使用蒙汗药，怎么查呢？我以前呢曾经看到过百草图志，蒙汗药繁多不假，但此药当中的狭叶蒲根，唯有朱翠山可知。现下我们已经到了朱翠山下的朱翠镇，既然要查蒙汗药，就应该从药材铺或者药农来查起。果然是初出师门、不懂世故的呆子。药商若是配制蒙汗药的话，那要被抓去坐牢的，自然百般抵赖隐藏了。若是配药之人是暗商，更无从查证了。那怎么查呢？看到没？这便是查线索的好地方。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名字倒是很潇洒，莫非是个书院？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果然是一点情趣都没有啊！既然是尽欢，当然是须作一生拼，进军今日欢啦。策词艳曲，必是风流之地，我可不去。想什么呢？这是舞房，又不是青楼，风流不减，更添雅韵。此地是人流往返最频繁的地方，鱼龙混杂，也是查线索的好地方。舞房里尽是女子，男女授受不亲，更坚决不去。行，你不亲我亲。待我一会儿变个男装，带你进去好好见识见识。你变男装做什么？莫要胡来！我穿女装进去干嘛？抢人家生意啊？我们是来查线索的，自然要低调一些，当然是男装更方便喽。严旦说的没错，你若不入红尘，怎知你心中到底有没有尘？不去。别装了，走吧你。公子，您喝酒。谢谢。公子，请喝酒。唐周，喝酒。这是谁啊？这可是我们这儿的头牌，扶霜姑娘。好，跳得好，扶霜姑娘。哎呀，扶霜姑娘跳得太好了！要是扶霜姑娘能陪我一宿的话，
公子，请自重。我出1000金，我出1000金。我们是舞女，又不是青楼女子，他这样做也太过分了。这萧气可是出了名的花花公子，这福双今儿可真背，竟被他给盯上了。怎么说？怎么说？这萧气啊，明面上是此地附身，实际上是出了名的采花大盗，最爱用迷香、迷烟这等下作手段，身上命案无数。萧家与当地官府沆瀣一气，唉，没人能奈何得了他。你看，这线索不就来了？多谢萧公子盛情，只是萧公子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尽欢房是舞房，并非秦楼楚馆，姑娘们卖艺谋生。萧公子若想夜宿，尽欢房怕是不能满足。福双，来，敬萧公子一杯。慢着，这1000斤的酒，能这么随随便便就喝了吗？怎么也得喝个交杯呀，是吧？这个登徒子，官府管不了他，那今儿个就让我这个盐蛋小爷好好的管管。哪来的臭鸟？多谢柳公子，公子今日不在台下看舞，福双跳的可没趣呢。你是什么人？我出1000金买每人1杯酒，与你何干？没钱少给我装模作样，小心我把你打的叫爷爷，再扒了你鹦鹉的鸟毛拿回去炖汤喝。哎，哎呀，哎呦！你柳大爷今日便替你祖宗教教你，该如何对待美人。福双姑娘，我也愿出1000金，不知你是否愿意与我共饮？柳公子就算身无分文，福双自然也是愿意的。好啊，你这个贱人！这净欢房原来是个黑店，你给我等着，我让官府把这给封了！等着！萧公子，对不住了。哎，我有个计划，这样，你们2个去盘问一下这个萧气，这个柳维阳绝对不简单，我去探一探他的虚实。严旦，此人功法了得，你最好小心。知道了，我做事，你放心。你们干什么？我已经许久不用这些了，你们别报错了仇。你少来这套！冤有头债有主，我萧气对天发誓，我从来不对男人用药。你专欺弱女子，不知羞耻吗？既然你专精下药之术，这个可曾见过？我也不是刻意隐瞒你们。使用这种迷药的，江湖上唯有一家，我着实不敢招惹他们呢。谁？神霄宫，这蒙汗药就是他们神霄宫所制的销魂散。别说谎，我怎么从来就没有听说过神霄宫呢？他确实没有骗你，只是你下山不久，不知晓罢了。这江湖当中确实有一神秘组织，名唤神霄宫。神霄宫极为神秘，无人知道它在何处，也无人知道它的公主是谁。神霄宫的弟子均为神出鬼没之辈，没想到我们竟被他们盯上了。这位公子见多识广，
正是如此。这沈孝公习用梅花为事，工人身上皆有3瓣梅花刺青，轻易不允食人。我曾研究过沈孝公的药方，很多药材出自朱翠山，想必这沈孝公就在朱翠山的附近。我还在净欢房的后院中，曾经闻到浓烈的霞叶蒲根的味道。若再让我见到你作恶的话，必将取你性命。我滚！我滚！今夜我们便可在此地住下，入夜之后便可到净欢房的后院去一探究竟，便知他所说的是真是假。怎么回事？我以为这个柳微阳是个行侠仗义之人，没想到也是个猥琐邪祟之徒。看我怎么教训你！你在这鬼鬼祟祟啊！公子，瘙痒术。公子，扶霜姑娘，你放心啊，以后这个登徒子再也不敢对你无礼了。可是不必再害怕，不必再为他推诿。我看到他拿针扎你了，以后有我在，放心啊。我想公子你是误会了，我净欢房中的女子皆爱以花草虫兽的刺青为饰。你看我这臂上的蝴蝶颜色旧了，所以我才请柳公子以针补色。柳公子常宿于此，与我房中的姑娘皆是好友，他还常常赶走那些无礼之徒，所以他与我们只有恩情，从无仇怨。那你这弄大家不都很尴尬吗？啊，柳公子，误会啊，大家误会一场。就凭你这拙劣的身手和眼力劲儿，还想逞英雄呢？别误会！巧了，你身上有股莲花香味儿，我养的这帮小东西们最喜欢吃莲子了。兄台居然会使御鸟之术？净欢房里的是非多，不多会讲技艺的话，房里的美人们碰到今天这种情况，岂不是要被那些浪荡子轻薄侮辱了吗？快来帮我！坏东西！误会吗？柳公子，这位严公子也是好意，既然是误会，你就放过他吧。既然扶霜姑娘都开口了，也罢。怎么回事？还好柳微阳放你一马，乱是乱了点儿，但是没破相。柳公子虽然没个正形吧，倒是个风趣的人。你信他个鬼话？我才不信呢！有如此心思还神通广大之人，不求闻达，就光在这五房里怜香惜玉，我才不信。要不然就是这个柳微阳有问题，要不然就是这个净欢房另有玄机。有什么玄机？一个五房，竟然还有药房，而且药品如此齐全，确实不太正常。
你们二位来药房做什么？生病了吗？狭叶蒲根，你识得此物？几位公子，这是怎么了？没事，他们二位肚子饿了，让我去做一盘炒蒲根。狭叶蒲根乃是珠翠山特有的食材，清脆爽口，最能下暑气。镇上的人一般用来下酒，也算是当地特色。尝尝。柳大哥性格直爽，我就有什么说什么了。既然这蒲根是食材，为什么会同药材放在一起？而且我也是第一次见到，在武房当中竟然有药房的。二位果然是江湖中人，这疑心还是不浅呀。房中的姑娘们经常练武，有些摔伤磕碰什么的在所难免。再说了，万一碰上几个喜欢下药灌酒的客人，有些药材备着，也好应对嘛。单以狭叶蒲根入药，可治痰多胸闷。你说的单以狭叶蒲根入药，那你可知还有其他的用法？莫非你们二人是遭遇了神霄宫之人？狭叶蒲根入药只有2种方式，若非化痰舒心，那便是迷魂之用，而此方唯有神霄宫可治。那关于神霄宫，你还知道其他什么事？神霄宫行事极为隐秘，我久住尽欢坊，倒是有所耳闻。据说这个神霄宫公主一直在找一件叫做礼尘的法器。我听说这个礼尘好像是一件天上的神器，若不知道怎么用，拿到手不过是一件普通的浮尘罢了。哎，唐公子，难道你……柳公子，这是我们与神霄宫的私人恩怨，我们不方便告知，还请见谅。理解理解，江湖是非多，我亦不愿多沾染。不过相逢便是缘，我好心提醒二位一句。如果我猜得不错，你们一进入珠翠镇，便被神霄宫的人给盯上了。你们不用花心思找什么线索，既然公主想要礼尘，那她早晚会来找你们，你们可要做好准备啊！哎呀，可惜了这盘炒蒲根啊，看来只能我一人享用了。此人是敌是友，当真让人琢磨不透啊。此地可谓是鱼龙混杂，若是在这儿多住上几日，说不定会了解到更多神霄宫的消息。就算他们真的找过来，我们也有应对之策。哎，这个地方甚好啊，活色生香，凡间六旺，色声香味触法无一不全。我们多住几日，不仅可以调查线索，还可以多积累人生经验。我是10000个赞成的。柳维阳对神霄宫很了解，问到关键之处，他却语焉不详，怕是他想探透我们的底细。那可不一定，不知道是谁探到谁的底细。哎，你们之前提到过，神霄宫的人喜欢用3瓣梅花刺青为标记。对啊，柳维阳正好会刺青之术，岂不非常可疑？3位公子好巧啊，可要对其解闷。柳公子刚刚那盘得胜了呢。哦，不过10子而已，算是场小胜。扶霜与我学棋半个月，进步如此神速，果然聪颖。还是公子教得好。这尽欢坊来来往往人甚多，还从未有人能够赢过公子呢。柳公子，您的功夫，刺青、御兽，还有下棋，无一不精通。像您这样的人才，为何会躲在这胭脂堆里呢？都是些爱好罢了。要是严公子对下棋感兴趣，不妨来试试啊。甚好，那我就派出我的小弟
与你比试一番。上！你不是出身名门正派吗？琴棋书画你肯定样样精通啊！你上啊！下棋我是真不会，靠你了。那巧了不是，我也不会。要不你上？我也不行啊，那怎么办？连青如此冰雪聪明，我猜啊，你就算现学也能胜他。你现在说这番鬼话合理吗？哎，要不然咱们2个打个赌，如果你不能胜他，往后夜宵全由我来做。上吧。罢了罢了，只能我出马。来吧，我与你比试。慢着，我和这帮姑娘们下棋，是因为她们聘我做了教棋师傅。我要是与你下，可有什么赌注吗？这样吧，金子银子乃是俗物，赌起来太没意思了。若谁赢了，便问输家一个问题，必须如实回答，如何？成交。最近怎么总有恍惚之感，仿佛曾经也与什么人这般下过棋。我们毕竟是来查李晨线索的，若是消息走漏的话，怕是不妥。现在正是好好摸清柳维阳底细的好时机，而且我断言，严旦必胜。你怎么知道？他虽然是有一点点小聪明吧，但也是现学现卖，只怕是还没有开口掏出线索呢，就把我们的底细都漏光了。我就是知道，而且3盘以内，柳维阳定吃不下严旦一子，你去看着吧。我赢了。哎呀，我一时激进被你钻了空子。愿赌服输。你生平所见过最厉害的法术是什么？这个喽，不离锁，可以使人变成傀儡，招之即来，挥之即去。要我看呀，这么恶毒的法术，应该尽早废除。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得提前研习一下御鸟术，或许更适合你。小人，再来。我赢了，该我问你了。这柳公子一看就是富家公子，那你为何不归家，常年住在这金婚房中？家中的规矩繁琐，不如这里肆意快活，自然就不愿意回去。那你家在何处？你到底是做什么的？想知道的话，再赢我一把。来。师从游侠，最善驯鸟，心无大志，随缘度日。等等，棋子的数量不对，你赢我1子，棋盘上有180子，那么也就是说我的棋路里应该还剩1枚白子，但你看现在它不见了。按照规矩来说，棋路少子，对弈双方应当互相搜身，以证清白。我一向光明磊落，搜身就搜身，别想污蔑我。来，不可。不是吧？又来！还真没想到啊，原来严兄是女儿身。但是即便如此，便不让搜身的话，怕是有出千之嫌。按照规矩，在禁欢房出千，剁手。
进婚房是你家开的，说剁手就剁手啊？从来就没听过这种规矩，你再说一遍。不好意思，我给记错了，无需剁手，只需上台表演一番，给大家助助兴即可。这个柳未央看似漫不经心，实则另有心思，肯定有问题。哎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们进欢房的红花绣球，每位舞娘都有一朵，只要抛出，就代表钦定此人。绣球招亲可是体验红尘乐事的大好时机，唐公子切莫放弃。绣球先落在你的眼前，显然与你更有缘，我可不敢夺人所爱。你既知前后顺序，那有些人，你早就该放弃。唐公子，你接了我们扶霜姑娘的绣球，就要接受这段良缘了。法环在手，约束于心，从此断情绝爱，了却红尘。难道唐州对扶霜动心了？姑娘，姻缘之事，还请另觅他人。你果然受伤了，我猜的没错，只是没想到，竟然伤得如此严重。我与你初相见之时，便见你配有此环，只是不知此为何物，为何会将你勒伤呢？凌霄派，继承人需要，佩戴此环，以正心无旁骛，了却红尘。若有违反，必受追赐之毒。如此看来，你岂不是……无妨，修行之人向来自绝于声色犬马。你初来五房，难免心神不宁，实属正常，不必太过自责。用不了多久便会好起来的，慢慢的你就会习惯了。两位公子，打扰了。今日得见两位精妙绝伦的剑舞，扶霜大为敬佩。扶霜于尽欢房中现役，时而被人轻薄调戏，想学一些招式法术防身，不知公子是否愿意传授一二？荣幸之至，唐公子自然愿意传授。唐公子，习惯的机会来了。扶霜从未习武，还望公子赐教。姑娘从未习武，得从基础开始学。这套招式，够你练个半年了。只是扶霜往日宾客也不乏习武之人，寻常招式怕是难以防身。不知公子可有什么独门秘招？
可保扶霜周全。门派独闯，仅自家人可学，绝不外传。扶霜今日以绣球相制，便是情定公子。若扶霜成了公子的人，是否可以传授于我？唐舟，在忙啊？我是不是打扰了？没有啊。扶霜姑娘前来请教防身之术。是啊，既然你已经接了人家扶霜姑娘的绣球了，那扶霜姑娘以后的安危自然是你来守护了。你不用解释，也不用不好意思，我们都懂的。原来，只有你能让他心乱。既然严姑娘前来拜访，那扶霜就先行告辞，晚些时候再来向唐公子请教。扶霜有意接近，我会尽量跟他周旋，看看能套出什么线索。唐天师向来不近女色，在周旋的时候可千万不要疾言厉色，露了马脚才对。于墨，我刚刚听闻说这城中有一个说书人特别喜欢讲神霄宫传奇，回头咱们去听听吧，没准有什么线索呢。好，那明日辰时我们一同出发。好呀，没问题。凡间的五毒、六妄、七情八苦，我尚未体验完。可此刻我心头的这些酸涩、烦闷之感，究竟是何种情绪呢？林清果然偏心，把好吃的点心都留给唐舟了，害得主公大人只能饿肚子，自己下厨房。我做了蛋炒饭，要不要尝尝？好香啊！怎么，连吃相都变得这么斯文？有心事？还说没有心事，连撒谎都不会了。平常遇到什么事情，这红尘路早都已经写满了，现在连笔都不动了，而且还常常盯着他心神不宁的。颜淡，发生了什么？你跟我聊聊。咱们俩什么关系？有什么话不能说吗？我并非有意瞒你，只是我也不知我怎么了。我一碰到唐舟，就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。这种感觉我从来没有过，而且根本没有办法自控。哦，这么说，你喜欢上他了？我不知道。我虽然经常看那些缠绵悱恻的爱情话本，我自己也会写出这种诸如此类的折子，可是这么多年，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一个人动心过，我也不知道情动到底是什么，所以我也不明白我对唐舟到底是怎么样的感觉。无妨，现在不知，早晚也会知道的。而且啊，我们妖类寿数绵长，有的是时间和精力去体验尘世之中的情感。不过，唐舟的身份特殊，为人，他要做凌霄派的掌门，而且要断情绝爱。待他历难结束之后，便会返回天界，继续做他的神仙。无论到时候你会怎么想，我现在都要劝你一句：你与他身份悬殊，绝非良配。不管怎么样，你千万不要勉强。我不希望你会受伤。
颜淡，你可明白？我希望你真的明白。公主，计划一切顺利，他们已经上钩了。并没有与萧气伤口形状一致的梅花簪，咱们去下一家吧。颜淡，干嘛？啊，那个，我有话想跟你说。什么话？我与那个扶霜毫无关系的。昨日房内，我本身就是想查清真相，我才和他演了这出戏，你不要误会。你的用物，我绝不会送给别人。你这是干嘛？干嘛跟我解释这些？我只是不想让别人误解而已。那个昨天晚上，我本来想向你解释来着，但又害怕自己不够诚恳，我就去看了那些画本。那个戏里边就说，有误会要及时解释的，你懂的，对吧？唐天师一向古板嘴硬，没想到为了道歉还去看画本了。行了，既然误会都已经解除了，便原谅你了。至于这花束，既然你看过那么多戏，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？取次花丛懒回顾。这是何意啊？意思就是，旁的我都不喜欢，我只喜欢这个陈花簪。没想到唐周对他居然如此用情。别家店我也都对比过了，没有发现。好吧。姑娘这根簪子花样很是别致，只是这材质普通了些，要不要在本店定做个金玉的，更加华美？你们店还能定制簪子啊？只要付好银子，提供图案，本店就没有做不出的款式。掌柜说，这是扶霜之前定制过的发簪图案。如此看来，这簪杆与萧气的伤口形状是一致的。这么看，这扶霜很有可能就是杀害萧气的老太。神霄宫的人这么厉害吗？都会变脸之术。若只是图纸所证的话，他恐怕不会轻易承认。萧气曾说过，神霄宫的人身上都有3瓣梅花刺青。如果此事能够证实的话，那这事儿一定是他们做的。若是有刺青，肯定是在隐秘之处。你们2个不好去查，交给我吧。颜姑娘，怎么是你？是这样的，唐周让我来向姑娘赔不解风情之罪。他说他已经知错了，想给姑娘订几件衣裳作为赔礼。可是他不知道姑娘你的尺寸，所以让我来看看。原来如此，那我让丫鬟量好尺寸之后，稍后告知你。你先出去吧。没关系啦，大家都是女人，别那么客气了。来，别客气啊，我来啦。方便吧？我看看。不必了，颜姑娘。颜姑娘，我让丫鬟量就行了。放松，没事真的，颜姑娘。颜姑娘。没想到证据就摆在我们面前。之前我们看到扶霜手臂上的蝴蝶刺青，
遇热水之后竟然变成了3瓣梅花，这么看来，他一定是神霄宫的人，这回绝对错不了。既然被发现了身份，他今天晚上一定想尽办法通知其他的宫人。我们只需静心等候，便可顺藤摸瓜，找到神霄宫，拿回李晨。哎，喝点茶吧。这是何处？我在典籍中曾经看到过，说这世间有一种术法叫做镜湖水月，可将自己的灵力转化为灵域，躲在其中掩盖踪迹。这灵域中的景色跟真实景色完全不同，可以根据施法者的心意改变。这明明刚刚还是黑夜，转瞬之间变成了白日，如今是夏季，可此处却梅花盛开。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此处便是神霄宫公主的灵域。扶霜背后的人果然是你，神霄宫公主。哦，你们何时开始怀疑我的？城中并无柳姓大户，你的身份真假，一探便知。镜湖水月因你而动。有此等身手的人，除了你以外，还能有谁？费了这么大的力气，把我们困在此处，恐怕你还有别的想法吧？3位心思敏捷，法术超群，若非以扶霜引你们入局，想把你们困在法阵之中，当属不易。既是如此，还不赶紧把这破法术给收了，省得一会儿我们给它破了，还要费你的气力。你们虽然知晓此乃我的领域，但是想必破不了我的法阵，只能在其中被榨干灵力，化成枯骨。法阵果然厉害。他若是想杀我们，在金荒房内多的是机会。你曾经说过，神霄宫公主御用李晨，却不知道其使用方法，所以神器无法施展。你千方百计地将我们引到此处，你是想让我们相助于你吧？是坦诚相告，还是干戈一场，由你决定。这是何物啊？为什么我一靠近它，感觉我的妖力变得衰弱了呢？它，便是我引你们进来的原因。我曾身受重伤，丢失记忆，醒来时，便已身处珠翠山中。面前是一位老人和这个漩涡。老人告诉我，此处唤作魔像。他教会我从中提取力量，并依靠魔像修炼，增进灵力。他还教了我幻化成他人容貌身姿的术法。我本想问出他的身份，但他却不愿多说，最终撒手人寰。
我只好在此缔造灵域，隐藏魔像的存在。后来，我借助魔像修炼，逐渐康复。当我想进入魔像寻回记忆，获取更多力量时，却发现入口瘴气，无法突破。参见公主。我同时建立神霄宫，招揽一批工人，寻找破解瘴气之法。尽欢坊所有舞娘都是神霄宫人。偷到李晨后，我始终不得其法。多亏你们找来了尽欢坊，如此，便有了我的将计就计。公主。你这个鸡贼的，你邀请我下棋就是为了套出李晨的使用方法，套话不成，你便让扶霜接近唐州，看他身上有什么可以驾驭李晨的方法。一计不成，你就以梅华3位线索引我们调查。看来我们的一举一动，也都在你的谋划当中啊。缘由我已说明。只要你们帮我进入魔像，我便归还李晨，并让你们出镜湖水月。可是你始终不肯解释这魔像究竟为何物，而且为何会吸收我们的灵力，究竟是否危险？诸事待解，叫我们如何帮你？关于魔像的消息，目前我只知道这些，更多的消息，待我进去之后获得记忆，便可告知。神霄宫盗窃在先，更何况之前你骗过我们一次，现在又来骗我们。你当我们傻啊？若是几位不愿意帮忙的话，那么这个李晨，你们便是拿不走了。哼，这可由不得你。哎，我倒是有一个想法，除非你带我们进魔像。你要干什么呀？听闻1000年前仙魔大战，这凡界遗落了不少天上的宝贝。唐周曾经说过，凡是神器所在之地，必出异象。而如今这里魔像盘桓，此处必有神器。不如我们做一个交易，我们帮你进魔像，你帮我们找神器，从此以前的恩恩怨怨一笔勾销，如何？好。好了，靠山给你靠。靠山靠久了没出息，以后我都要靠自己。我是在哪儿？
唐周，是你吗？这是我梦里的场景。严丹，唐周，怎么回事？唐周，快醒醒！唐周，为何我一触碰到他，便心痛难忍，想要落泪？醒醒啊！云娜，云娜，唐周，云娜，云娜，我们现在用法术救不了他，可是你现在这样，对他来说也是无济于事啊。直杀只缠睡梦之人，只有醒来才能破解，快把他唤醒。好，唐周，唐周，醒醒啊！唐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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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醒醒！你要选他，还是选正道？杀了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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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你终于醒了！你要是再不醒的话，我刚才都想把你打醒了。我不能动心，我不能让严丹受到伤害。第一次看到唐周这般惊慌，他究竟梦到了什么？堂兄素来法术超绝，为何这次却迟迟破不了梦魇呢？虽然是梦魇，但却和真的一样，连疼痛都很真切。我找不到破解的方法。只要进入魔像之中，便会回想起让人痛苦的记忆。虽然心境难平，但是醒过来之后，便会好些。你是如何知道的？我刚刚那些梦境，我从未经历过。因为我梦到此生最爱之人赴死，这便是我3界之中最怕的事情。唐周如此神色，只怕在幻境中见到了那个一直求而不得的梦中人。他这般难过，但是很喜欢那个人吧？
你不是说你失去记忆了吗？那方才梦境之中，想起些什么呢？我只看见当年重伤疗愈、苦修术法的创痛时期，并没有其他的。这魔像之中，空无一物，它的能量从何而来？现在风沙这么大，咱们先找找吧。走吧。走吧。前方有水潭，我去给你们盛点水吧。哎，这水怎么变颜色了？小心，快走啊！严丹。绿洲是巨蛇所化。我天，这蛇怎么有9条尾巴？难道是典籍上所说的，这是魔族神兽九尾蛇？若真是九尾蛇的话，大家护好周身，其血有剧毒，不可沾染其血。嗯。退后，严丹！小心，这蛇尾能重生。典籍上说过，9条尾巴当中有1条是命门异尾，只要找到它就可以了。那条尾巴不会重生的。2条，它们互相缠绕在一起，彼此相互，肯定有1条是异尾。不要轻举妄动，若砍错了蛇尾，导致重生会更加危险。这样，我来吸引他的注意，你们仔细观察。小心啊，你们！
妙万肉，我可以帮你疗伤的。伤毒剧烈，唯有去除方可疗愈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。小心，有幻术！不是都说九尾蛇之前随着魔族已经消失了吗？他怎么会又出现在这儿？定是之前我们有谁见过他，留下了恐怖的记忆，他才会出现在魔像里。哎，你们之前谁见过他？此蛇定是出自参与过仙魔大战的火德元帅，当年正是他将师傅送回的天界。此蛇既与魔族有关，我倒想看看与魔族相关的消息能在茶楼里卖个什么好价格。你傻呀，这有什么赚头？要我说，不如把他的蛇牙给拔下来，这样更有价值。我最近呢，想写一本神仙益智画本，用他的蛇牙拿去当道具，定能刻满。财迷心窍。蛇牙取到了，我们走。这是哪儿啊？未知之地，大家务必小心。啊，这好生诡异啊！这明明是一座寝殿，怎么这么多镜子？我知道了，这难道就是那老夫人说的寻回记忆之处？你怎么了，柳微阳？我没事。我知道了，定是寻记忆寻的。哎，你看其他人寻记忆都这么的困难，那个龙王送给你的幻翼珠，你为何不用啊？我现在是凌霄派弟子，需负完当下之责，和以前没有太大的关系，不急这一时。那好像有什么东西。你猜的没有错，不负荒颓，万物转生，这应该就是第3件神器——楚墨。楚墨，世间竟有如此宝物，如果被他人知道，岂不是要引得万人争抢？他们是谁啊？难道是这寝宫之前的主人？刘微阳，你认识吗？
此人位高权重，统领重臣，看起来应该是个重要人物。这寝宫久无人住，镜子里还能反映出往日之景，看来此处别有玄机，咱得当心点儿。想必是楚墨重启，先例外役的缘故。你们过来看。献我血肉，奉为神享，求赐通天之力，逆转乾坤本源。居然以血照力，如此阴邪法术，绝非仙家所为。你怎么了？我没事。不好，九尾蛇要复活了，大家快把楚墨取走！刘英，绝非镜中画面。你回来了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你究竟是何人？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哎，你怎么样？我也没事。果然，我知道了，他是没有意识的，只会攻击移动之物。这样，我们2个人飞出殿外，引他出去，另外2个人留在这里取神器。好，护好银弹。我驱散烟雾，你赶紧取神器。好了，神器拿到了，我们赶紧走吧。等等，又干嘛？拿着，这是谢你救我一命。原来这是心动的感觉。拿着。啊！刚刚在沙漠中也救了我一命，折损了一个花瓣。我再给你一片，你留着吧，以后护身用的。拿着。行了，走吧。其实我也不是很想要，勉强收下。